阿伦托马千岛之国的克罗埃西亚最著名的一个城市杜布罗夫尼克。现在我正在这边用餐，今天吃的是一个 pasta。那我先吃完，待会带大家一起去逛古城。那在影片之前，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完全不会打蛮好吃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其他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往的位置呢是在。进入古城后，一路沿连的是笔直又宽敞的大道，两侧都是重要的历史建筑。最著名的是门口的大水池，这个水池上面标载了16个面具。沿着笔直的大道继续往前走，遥远的尽头有着31公尺的高塔钟楼，在钟楼底下就会看到热闹非凡的落日广场，在这里每年的夏季都会有音乐表演。抵达了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呢被列为是海上的珍珠，其实它也算是号称南斯拉夫的雅典的。这地方呢非常的美，有非常多的游轮都在有吃。从这边还有包括对面意大利威尼斯的通往耶路撒冷这条路线。待会我们就要爬上后面的城墙去，看看整个电影拍摄的场景。那我们待会见喽，拜拜。史特拉敦大道原本铺的是红砖，后来改成今天所见的大理石。经过1个多世纪，人来人往的踩踏早就被磨得光亮无比。修道院的外墙有凸起了一个小石像，造型是猫头鹰，头顶呈现了平滑的斜面。这里以前是屋顶的排水孔。根据当地的传说，只要能够站在石墙上成功脱掉一件衣服，就会带来好运。克罗埃西亚于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得到亚军，从此以后打开了世界的知名度。来到欧洲当然要吃冰淇淋啦，况且这里的冰淇淋才1欧，是不是超级便宜呢？我们的导游拿着台湾的国旗，诉说着巷弄之间发生的精彩故事。杜布罗夫尼克除了主要的街道之外呢，其中的巷内也有非常多的纪念品啊，或者是一些吃的啊，还有一些小东西都可以逛逛。了解了非常多来自欧洲国家，有威尼斯啊，或者是甚至意大利，然后这边等于就是欧洲的后花园，所以这里是非常好玩又美丽的一个城市。我已经终于爬到城墙上面了。上这个城墙呢，它需要门票，这门票还不便宜，大概是
200库纳，等于是1000台币。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地图。现在我是从1号门上来，然后最高的位置应该是在我身后的那个的视野非常的良好。对，包括待会在我后面呢，好像也是电影拍摄的场景之一。这个城墙呢，经过多次的地震，然后到今天还是屹立不摇，实在是非常的厉害。可见的新城墙跟旧城墙，它是有多么的牢固。克罗埃西亚独立之后，也因为电影的关系，这边成为非常著名的景点。那我们待会再去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。好。虽然巨大的邮轮取代了小型的贸易船，但独立的精神、波光粼粼的水域，还有屹立不摇的石墙，仍然完美的保持永恒，在亚得里亚海继续闪耀之中。现在我们已经爬在古城的亚得里亚海旁边，这里呢是海上的珍珠，非常的壮阔。整个小岛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其实可以从旁边的缆车那边上去，可以再看到鸟瞰整座的古城，真的是非常值得来。全长2公里的路程，一路上随着城墙高高低低爬上爬下，每一个转弯都将这美丽的城全数尽收眼底。就知道杜夫罗马特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场景，这个楼梯就是在当时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在这边拍照。有当地莎士比亚之称的马林，只要摸摸他的鼻子，就可以获得智慧；摸摸他的手，就可以写好一首文章。如果你在这边逛累的话呢，也可以在附近这些巷弄之间都有很不错的餐厅可以吃哦。在欧洲最棒，我已经吃完饭了。这边的日照晚上9点天才暗，所以夏天非常推荐大家来欧洲旅行哦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这里真的超美的。不过现在天空又要下雨了，我要赶快先想办法躲雨。最近的天气总是一直下雨，然后出太阳，真的是让人家摸索不定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！不要忘了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。